我們的保護卡改版咯，施工項目全面升級，未來將採用新版雙面保護卡，讓保障內容更完整，施工項目更清楚。那在影片開始前，記得幫我打開 CC 字幕。這是一台 Kia Carnival， 作為豪華商務休旅，很多人都覺得它原廠隔音應該已經很不錯了，但實際開上路之後，開噪音、共鳴聲，還有高速時的風切聲，其實比想象中還要更明顯。尤其 Carnival 的車室空間很大，噪音會一直在車內環繞，所以今天我們直接把這台 Carnival 拆開來看看，它原廠的隔音配置到底做得如何。小改款的 Kia Carnival， 看它最新的頭燈了嗎？直接這樣子滑下來。那 Carnival 呢？它是豪華的商務休旅車。Kia 現在定位也越來越高級了嘛，大家都說它隔音已經變得蠻好。但是今天這個車主呢，覺得它的開噪音、共鳴聲還有風切的聲音都覺得非常困擾，想要找我們做加強。這台車才開1500公里而已，而且車主專程從宜蘭開下來找我們。這麼新的新車，車主就已經受不了了。那因為 Carnival 它的空間算大，所以共鳴聲呢對一般的車來說也會更明顯一點。那我們一起來看看 Kia Carnival 它原廠的隔音用料到底是如何？為什麼車主才開1500公里就覺得很困擾，被噪音煩到專程從宜蘭開過來？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開上頂高機，直接把它拆掉。它的4蓋要先拆下來，才會看到螺絲。內規板它也是有各式各樣的螺絲，那我們要把它放在我們的小盒子去做分類。那它原廠啊，車體上是沒有自震，但是它的內規板上面有吸音棉，它的含吸棉比較薄一點，但是呢，它的內規板的材質都是有絨毛的材質，這樣對隔音的效果也會有所加分。對，所以算是還蠻不錯的。那我們做自震材之前呢，我們要先做清潔，把它的車體的鈑金全部都刷洗乾淨。那另外一邊有油管的地方啊，先把它卸下來。卸下來之後再做清潔，這樣子就無死角，非常的乾淨。清潔完之後再開始施作我們的自震材。可以看到我們有開很多的孔位，有線路啊、螺絲孔啊，都要預留。這樣以後在保養或是在修理的時候，下一個施工的人拆下來才可以明顯知道什麼孔位、電線都一目了然。沒錯。那自震台做完，靠近車室的地方再加隔音墊，讓我們整體的效果又更好。自震材在貼的時候，我們要用滾輪去滾扎實，讓它非常服帖我們的鈑金。它鈑金有各式各樣的角度，一定要扎扎實實的把它貼緊。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前輪 A 柱的地方，它原廠也有一個隔音墊，而且還蠻厚的。那我們就是把它再加一層上去，前葉子板的地方也會貼上我們的自震材。因為這台車比較大，那整體的這個空間啊都被自震這樣吸收，它的共鳴声就會降低。所以原廠它只有附吸音棉而已，感覺是有點不夠，而且這台車又這麼長。那現在全部都做完，就要噴上我們的隔音塗層，把我們的隔音材料保護起來。那這個隔音塗層呢，它不僅可以保護我們的材料，它還有隔音的效果。那你看我們現在師傅貼上這些保護，等一下在噴塗的時候呢，就直接噴上去，快速平均。等一下撕下來的時候，就可以是很完美的水平線，看起來就會比較整齊。我們的內規板上也會有我們的吸音棉，也會噴上一層隔音塗層。那我們噴涂的時候呢，會從邊邊開始噴，四周先封起來，再從中間噴下去，這樣可以達到的保護性會更完整。還有最重要的一步忘了講啊，那我們內規板就會用我們的高壓水槍，因為畢竟輪子在外面跑，很多沙土啊，全部都在內規板上。对，所以內規板它也是防護我們內輪拱這些部件的一道關卡。那麼內規板上面吸音棉，再噴塗隔音塗層，也是多一道防護。這些隔音材料啊，都是有防蛇的，又加上隔音涂層，就讓它的壽命可以更長久。我們輪拱就總共有5道工法，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自震，再來就是我們的隔音墊，然後隔音塗層，內規板上有吸音棉、隔音涂層。所以經過每一道關卡呢，這些噪音都會先減弱，所以這樣就可以有效降低我們行駛的胎噪音。那我們全部做完等乾之後，內規板復位上去，輪子復位回去，輪拱的工程就完成。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後車廂的地方，看師傅是怎麼做的，原廠有沒有附隔音的材料。要先把後座的這些座椅拆掉，才可以來拆我們後廂的翅膀。那我們在拆裝的時候啊，有一些螺絲會暴露在外面，那我們就用紙膠帶把它包起來，做一個防護，才不會刮傷我們漂亮的飾板。那後車廂的飾板，它原廠都有附一些吸音棉。哇，那還不錯哎。
但它都比較小片，有點像是在墊，讓板件之間不要有異音產生。有這個可以。那一樣先貼我們的支撐層，貼完之後呢，再上我們的吸音棉。那連我們內輪拱的地方也會貼上我們的隔音材料。那師傅呢，現在已經把它都裝回去，這樣呢才可以做我們滑門板的地方。先從裡面開始做，那它的門比較大片，对，所以我們在滾的時候呢，要把它滾扎實。尤其像门那些，就是它的洞都特別小，感覺就還蠻難用的。而且很多電線啊，對，預留孔都要把它開好。那門裡面的排水孔也不會去把它貼到，所以做上去原廠該有的功能都不會去影響到。沒錯。那它原廠的門板呢，它不是用透明塑膠的防水布，它是用比較好，是用塑胶壳。不過它前後是不是有一點不一樣？滑門就是用普通的防水布，對，只有前門是用塑膠殼，感覺就有一點點可惜了。那它原厂的那個卡扣啊，可以防止異音產生，就讓我們的飾板比較密合。它原本門的飾板有做吸音棉吗？它原本原厂就有吸音棉，但我們還是把它換成我們的高效吸音棉就讓它隔音效果更好。那門板隔音呢，就是阻隔我們左右兩邊的噪音。那加上如果有開喇叭那邊震動，門板也會產生共鳴聲。做完隔音之後，它的音場效果會更好，你開關門也會變得更扎實。然後後車廂呢，因為這台車是廂型車嘛，它空間非常的大，共鳴聲就會在裡面環繞。那這時候後車廂就扮演一個蠻重要的角色，它可以抑制後廂的這個共鳴，讓它不要一直環繞在裡面。加上後車廂這裡左右兩側還有內輪拱的部分，將我們外部的輪拱也做，內部的輪拱也做，這樣開噪音也可以更明顯的降低。那全部做完之後，我们就可以把我們飾板把它復位。那因為我們剛剛都有預留孔位，加上我們螺絲都有分類好，所以我們在復位的時候呢，跟循着這個 SOP， 它就不會出錯，它裝回去也會更有效率。那我們自證的隔音工程就結束。那接下來呢，就來實作我們全車的膠條，把門的縫隙把它填補起來，讓我們在行駛的時候，本來的縫隙風會竄入，產生風切聲。那現在我們把它填補，不僅可以隔音，又可以防塵防水。那加上我們的氣密，可以讓我們的氣密性更好。那縫切跟氣密一起做，兩個效果相輔相成。我們的產品都是通過 SGS 認證，超過400多項，3歲以下兒童放嘴巴都沒關係。產品有效果那是基本的，最重要的是要讓各位在行駛的時候不會因為高溫曝曬而讓我們這些隔音材料產生有毒的氣體。經過檢測，全部都是合格之後，我們才可以放心的安裝在車上。我們隔音工程就到這邊結束了。喜歡這部影片，按讚、訂閱加小鈴鐺，說不定下一台就是你的車。